中方希望能够借由跟俄罗斯这样一个联手巡航这样一个作为呢，强烈向日方透露出就是未来如果两岸之间发生军事冲突的话，你没有选边站的余地你唯一能够做的就是不要介入这场军事冲突，因为如果你一旦介入这场军事冲突北京跟俄罗斯都有能力对你发动攻击。俄罗斯来其实也就强调，也就是告诉敲日本的这个门，告诉你还有北方四岛的问题在我们这边还悬而未决。然后那对北京来说，你如果真的无条件站到美国那边，然后就是对美国请全国之力支援的话，那这个时候你日本的全境都有可能成为我中方攻击的目标。当然，到时候做得到做不到那是另外一回事，但至少我在这种事情发生前，我要用这样明确的讯号告诉你我做得到。当然，美军的担忧不是这空穴来风，它是其来有自的，因为最近就看到中俄的联手。这个礼拜呢，中俄的战略轰炸机呢首次的联手出击我们看到有2架俄罗斯的图95从日本海逼近，然后接着呢在东海的空域跟2架中国大陆的轰6K 会合，两国的军机就沿着对马海峡一直到4国外海，然后再到太平洋，再到宫古海峡，他们完成了长距离的战略巡航。那么在往返宫古海峡的这个途中，又有4架歼16进入这个护航的队伍那同一时间呢，在日本海上空还出现了俄罗斯的A50预警机以及2架苏30的战机。那我要说的其实就是，你可以发现中俄之间的不管联合演训也好，似乎是越来越有默契好像是叫一声，马上就集结在一起，这个队伍就看起来非常的整齐当然，中俄现在在东北亚的这个动作呢，也越来越明显，所以呢，这次看到出动联合一起的话是15架军机，包含了具有核攻击能力的图95还有轰6，联合绕飞日本。像刚刚马老师讲的，无非是给日本一个很强的压力那当然，这个背后的战略思维，还有包括中俄的联手未来如果一旦是常态的话，这对于东亚来讲的威胁是什么？讯号的传递，主要是讯号的传递，也就是说今天中方希望能够借由跟俄罗斯这样一个联手巡航这个这样一个作为呢，强烈向日方透露出就是未来如果两岸之间发生军事冲突的话，你没有选边站的余地你唯一能够做的就是不要介入这场军事冲突，因为如果你一旦介入这场军事冲突北京跟俄罗斯都有能力对你发动攻击，而且因为其实对于这个俄罗斯来讲那你说北京如果说今天要对因为就是日本介入了这个台海冲突之后，那北京要怎么做？那自然第一，我们刚刚讲到，既然如果说你日方在美方的这个美日安保启动下被动介入，因为其实即便是美日安保，那日方要介入的这个程度还是有非常多的这样一个选项。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日方选择了积极性的介入了这个台海之间的这样的争端跟冲突的话，那这个时候中方可能会做反应，甚至联合俄方来。因为其实俄方对于日方来说，长期以往日方对于俄罗斯，它有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因素在里面，也就是北方四岛。其实日方一直对俄罗斯相对来说是比较好，这个在外交以及这种国际场域上来，都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忍让跟客气，就是日方念兹在兹，一直希望有一天能够要回北方四岛，至少能够要回北方四岛中的一部分。那其实当然我们看到在俄乌冲突之前那个俄罗斯也同意归还4个小岛中2个比较小，但结果没有想到，因为俄乌冲突全面爆发，日本站到美国的率领的这个国际的这个团队里面，让俄罗斯愤而就决定这个事情就不还了。那但是也就是我刚刚讲，俄罗斯来其实也就强调，也就是告诉敲日本的这个门，告诉你还有北方四岛的问题在我们这边还悬而未决。然后那对北京来说，你如果真的无条件站到美国那边，然后就是对美国请全国之力支援的话，那这个时候你日本的全境都有可能成为我中方攻击的目标。当然，到时候做得到做不到那是另外一回事，但至少我在做这种事情发生前，我要用这样明确的讯号告诉你我做得到。那但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当然其实在这个阶段俄罗斯它的问题俄罗斯有它实际的问题，就是他们这次加入这个联合战备那个巡航的这样一个轰炸机跟这个A50的预警机其实都已经是在这个乌克兰前线经过一定程度的这个耗损，等于说它透过攻击乌克兰一个航舰之后进行一个长途飞行，然后进行多次空中加油，然后绕到日本这边来飞趟。其实对于俄罗斯来讲，要能够有效而且定期的执行这一类的这个任务，其实越来越难了啦。对，OK， 所以其实但不管怎么样，看得出来说他们的这个编组或者说编队的，其实他们这是非常
可能是演练也久了哈，就变成说要集结的时候是非常已经有默契，就变成说我今天这个任务只要一下，那俄罗斯不管你从哪边抓飞机过来，那中国大陆从哪边抓飞机过来，都要变成一个有效的联合作战的态势，这个部分是看得出来的。所以演训变成是非常的熟悉了。对，那现在在东北亚这边呢，其实你可以看到阵营的对抗是越来越清楚哈。我们要说是两大包括了中俄朝，另外一方呢就是美日韩这个紧张关系也正在加剧中。可是川普的态度，当然我们刚刚也提到说，包括最近对日本就中日之间的这个关系紧张，他是异常的低调。同时对东亚现在呢也是态度微妙让美日韩的同盟现在也有分析家认为是有信任折损的问题。好，现在不但是说呢，川普我们听到他讲说跟习近平的关系还是非常的好，然后呢，在这一次的中日还有俄乌的态度上面，更是让大家觉得你这个偏的也太过头了吧？哈，那不排除会再见金正恩等等的这些相关的，不管是想法、说法或者是做法，都让美国的盟友现在很担心一件事情，就是万一到时候发生了事情，美国不出面怎么办？这个是一美论嘛？现在不只是这个，连德国总理不是也是这样讲吗？我们被美国耍了。其实很多人对川普支不支持盟友，有条约的盟友有质疑。但是虽然常常批评，比如说他常常批评北约国家国防预算不够，或者南韩、日本国防预算不够，这个是第一个任期到现在他一直以来的说法，没错。但是我相信川普是很了解这些防御的这个条约的义务，所以对川普来说，我相信，假设明天北韩攻打南韩，那川普他真的是很了解美国必须要按照条约来帮忙或协防。我相信川普了解，但是同时不得不说，那钓鱼台或菲律宾在南海跟中国有争端的小岛屿那川普会不会为了这些冲突动用美国的军事能力协防？的确是一个问号。虽然过去美国官方发言人都说钓鱼台也是在包含在条约之内协助的地区但是会不会因为一个小岛跟中国或其他国家战争？真的很难说。但是我真的是认为很多人对川普的这个质疑是应该可以说是不成立，因为他还是很了解这些义务，而且他了解这是长期，不是昨天或前几年才签约了，他了解这个是从冷战到现在的美国的非常重要的义务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质疑是对川普来说，对川普是有点不公平。但是范围是多大？这个是一个问号。所以从刚才 Russell 的分析里面，我听到一个重点，就是说，未来万一真的发生，不是大规模的冲突，而是局部的冲突，那么美国可能会意识到这些冲突对于区域安全的影响，可是不见得会出面，是这样子。对最近几个礼拜，中日冲突，川普也没有明确表态，对不对？因为他真的觉得这个小事情真的很烦了。这个没那么重要为什么产生这么大的争议？他真的觉得这个是不应该的。台海战争到底可控还是不可控呢？是像美国智库之前所说的可控吗？这是一个疑问句哈。那么《纽约时报》呢，最近罕见他们揭露了一份五角大厦的高度机密内部文件优势简报。那这并不是一般我们所熟知的智库兵推，也不是学者的沙盘推演，而是美军自己用来说诚实面对失败的内部评估。而结论只有一句话：20年前美军还救得了台湾，但现在已经来不及了。当然，这个报告一出呢，立刻引发了关注，因为呢，在先前有很多次兵推，我们都知道就是在兵推当中呢，美军的航母的打击群还没有进入到作战位置之前，解放军的飞弹呢，像是反太空作战等等，就已经全面开火，甚至呢，就连美军最引以为傲的象征就是他们的福特号航母呢，都会在空优上没有建立之前，就会被重创，甚至被击沉。
而在不久之前，日本的媒体 President Online 才引述了 CSIS 的兵推，他们指出呢，24种的模拟作战情境当中，中国大陆只有在2种情境下能够取胜，其他全部都是落败的。但是美国学者叫做 Lily Goldstein， 他直接就点破《华尔街日报》还有多数刚才我们所提到台海兵推剧本的3大盲点，哪3大呢？第一个，忽略了商船的平战转换能力；第二，直升机还有空降兵的立体突击；第三，就是核升级的风险被刻意的忽略了。好，那马老师怎么看这份美国国防部这个优势简报的结果？因为刚刚特别提到是美军内部对于自我评估，他们觉得哪些短板、哪些弱点必须要赶快补强的。应该是蛮真实的。我觉得每一次的这个推演他都会根据他想定的剧本会有不一样的答案。那我觉得如果从解读上面，这个优势简报它只是设了一个更恶劣的美军作战环境。那在这种恶劣的环境底下，美军要取胜本来就不太容易，但是它不代表真实的战争过程里面这些事情会发生，它是一种想象。那所以这可以说明为什么 CSIS 的兵推跟这个优势简报彼此之间会产生差异性，因为我相信他们设定的剧情是不一样的。不过前一阵子就是在93阅兵之前我觉得路透社有一个非常深入的报道，他就是在讲说在8月份的时候，中共已经开始集结了这个滚装渡轮跟这个就是甲板货船去进行登陆的演练。那这2种船结合在一起，其实它就不用靠岸，它的重装甲还有它的机械就可以从离岸边比较远的状态用这种商船的方式，它就可以接驳到岸上了。也就是他这边所提到的这个想定，就是商船平战转换的这个能力。那这个当然在做法上是有可能。不过，实际上我觉得，如果是在战时或冲突的状况底下，你要有这么大的船舶能够靠近台湾比较近的海域，我觉得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它体积太大，然后它移动速度很慢，然后这种大规模的直升机空降，这个在作战的过程也很难想象说我们的空域，除非他们有空优啦，否则我们的空域大概非常难被任何的单一国家就是有大规模的这种登陆。这种可以这个空降的这些飞机充满了我们的上空，所以我觉得这些想定是存在，但是它不一定会在战时真实发生。它美军有没有到不了驰援不了的问题呢？我觉得基本上没有。航空母舰它需要部署，但是第7舰队的3艘航母它经常性的在这个西太平洋海域出没，这是一回事。但美军本来就在亚洲啊，美军本来就在冲绳，本来就在日本，本来就在南韩，所以。本来就在菲律宾，所以本来这附近就存在美军，它并没有战争发生驰援的问题，是它在战争的同时，它也在这边。所以我觉得在思考上，也许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一下。我觉得没有像他们讲的这么悲观，但是这是一种想定，我觉得大家要了解这样。军方的报告当然值得参考不过这个就让我想起先前我参加一场兵推的相关的讲座的时候呢。讲者他就特别提到一句话，我印象深刻。他说呢，所有兵推会失败，就是兵推到最后失败，无非目的很简单，要争取预算，就是我们要更多的国防预算来加强我们的这个经费那才能够提升我们的实力。美国川普政府在12月4号所公布的一个最新版的国家安全战略，这个缩写呢是 NSS。在台海的方面呢，这个内容当中重申了美国不支持任何片面改变台湾海峡现状，必须强化美国及其盟友在太平洋第一岛链的能力，以阻止任何夺取台湾的行动。但是呢，华府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研究员叫费瑞安，他提出了他的分析，他认为呢，川普用了不支持这个字对照先前他的前一任就是拜登所用的是反对。但是代表的是明显的降级了，那这也是政策漂移最明显的证据。而这种降级之后的表述呢，也将会成为美中之间未来谈判的新基准。因为大家都知道，川普在参加 APEC 的时候已经说了明年4月2026他要访问中国大陆。另一方面，在最新的报告当中呢，也没有提到一中政策、台湾关系法等等，把相关的承诺从美国政府制式化的战略框架中给移除了。那这是费瑞安的分析，大使怎么看这个分析？还有目前
我们从川普的角度来看，美方现在要营造的是什么样的一种氛围？当然是营造一个比较缓和的、跟中国大陆友善一点的，因为美国明年的政治议程啊，相当的敏感，也相当的重要，对川普来讲是相当重要。明年这个年底有这个期中选举，然后现在手上还有几个案子啊，比如说这个美国最高法院对于这个川普的关税政策啊，最后的判决还没有出来，那另外一方面还有很多这些。联邦参议员啊，或者一些出缺的改选啊，所以美国明年又很快进入一种选举的气氛。那还有就是说，美国的经济明年的状况还是比较不可测，那还有很多外部的因素，所以川普基本上需要有一些好的消息。那这些好的消息就譬如说什么，对这些产业界来讲说，你们放心，稀土我跟习近平主席搞得定。你们放心，不会断货。那对于他中西部铁票区的这些农业选票，那可以说你们放心啊，这一次啊，习近平主席买了有史以来最高的一次的大豆。对，你们那个不必再修谷仓了啊，你们放心。你知道后面还有好几船呢，还有好多船，你们放心。先开支票再讲嘛。先放支票，然后呢，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有关关税的部分呢，跟中国大陆不会进一步恶化，中国大陆也不会有进一步的这种报复性的措施，所以明年川普对中国大陆是一个怎么样？是一个希望休兵1年的一个情况。这是贝森特事实上在上个月11月25号、10月23号川习通电话，25号贝森特上电视接受访问，他的这个他的说法营造一个气氛，就是说明年大家不要放心，美中关系是休战，而且呢，美中关系现在是由双方的元首来引领方向。对，那明年习近平跟这个主席跟川普呢会见面4次，这4次的场合，一次是川普4月份要去中国大陆做国事访问，下一次就是明年的适当时期，习近平要到美国做这个国事访问，因为美国明年是这个 G20 的轮值主席国，那他有一个高峰会，他们也认为习近平会来，那明年又是 APEC 这个中国大陆做这个轮值主席国，所以川普有兴趣去中国深圳去参加这次 APEC 的峰会，他说明年就4次，对。所以他认为，只要这个元首之间能够正常的见面来交换意见的话，这个关系就是稳定的。不过他讲这些话，基本上就是要稳定这个关系。那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所以他现在很多这一次的这个国家安全报告，之前有很多传闻，美国的媒体报道就说贝森特亲自干涉，而且他是希望在有关涉及中国大陆的部分呢，措辞要比较温和，就因为他的坚持，这件事情停了，这个国安安全报告停了，慢了两三个礼拜才出来。那我认为，其实贝森特他今天能够就是说坐那个位置坐那么稳的话，就是因为他没有自己的意见。在川普下面做事，你自己意见很多的话，你老早被干掉了。而且大使，你刚刚提到贝森特是讲4次嘛，他就说数了一下，明年4次，那第一次呢，当然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明年的4月份嘛。万一第一次就出现变数的话，哇，那面子挂不住哈。所以现在是不是说都是以见面为先？来，最了解川普的人之一的 Ross。川普去参加深圳 APEC 的可能性真的不大，我觉得不大。你觉得不大？因为如果他4月份去中国的话，第2次去中国，我是觉得对他来说，这样我是太给习近平面子，所以我觉得可能性不大。而且我们知道，其实川普也不希望外访啊。虽然他已经答应了，他明年4月份会去中国，但是1年去亚洲2次。难，而且去中国2次，真的，我真的觉得是他不太想，而且他也要考虑到因为那个东亚高峰会，他今年去吉隆坡参加，那如果他明年一样要去，明年是在 Manila 对不对？因为 Manila 是东协的2026年的主席国了，那他要考虑到要不要去 Manila， 那如果他去 Manila 参加那个高峰会的话，又去
深圳的，虽然距离不远，但是我认为可能性不大，而且要看这个其中选举的结果是如何。对，好，你说的是年底的事情，我说是2026哈，起码4月一定也得建成嘛，对不对？所以除非在将来几个月有变数。你觉得什么变数？军购案，如果川普真的答应台湾很大规模的军购案，那或许会让中国很不满。那如果是规模比较小的话，也是要看是包含哪些项目。比如说，如果是美国已经买的系统多买1几枚飞弹之类的，那或许中国是可以接受。军购还有呢？其实中日会不会有影响？应该不会吧？不会。我们虽然很多人说华尔街报的这个蔡老师才是专家，很多人说华尔街是骗人的，没有都是假的。但是很明显，从川普先跟习近平后跟高市早苗通话之后，高市早苗的说法真的有改变，他很明显要把这件事情讲稳。你觉得高市早苗最近的一些做法？确实希望能够缓和下来，对不对？是川普希望缓和，高市早苗就配合川普了。所以你刚高市早苗配合川普，你刚问我中日关系会不会造成变数？我觉得不会，因为只要川普说，不要闹事，那高市早苗就会说，好，总统不会，这个已经很明显，好不好？但是有另外一个变数，虽然最近很多人是没有讨论到，因为川普也没有直接提，但是我不能排除，因为过去有产生问题，那就是宗教自由人权的问题，尤其是最近中国有抓这个基督徒啊，那这个 issue 这个问题，其实川普有受到很多共和党压力，不管是国会议员或外围组织、智库、美国宗教机构等等。那另外就是这个李志颖的，就是香港啊，他的案子快结束了，快会宣判了。其实他在美国保守派那边有很多人在支持他，已经很多次向白宫施压说你要为这件事情，你要直接跟习近平说要释放这个人啊。所以如果宣判，比如说判他要坐牢多久，那或许美国会说话一样也会造成。所以我不排除人权这个问题会再次出现了。好，我问中日是因为现在这个风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有似乎这个平息，有缓和，但是没有完全的停息哈。那地缘战略上，我们刚才也特别提到说，美国最新版的这个 NSS 啊，国家安全战略也指出说呢，美方要在第一岛链，他们说要打造能够在第一岛链任何地点阻止侵略的军力。文件当中也直言说，美国没有办法，也不应该单独完成这项任务啊，所以他要求盟国必须要加强集体防卫，并且投入更高额度的军费，要求在第一岛链内的日本、南韩。提出他们的提高他们的军事支出，增强自身战力，同时扩大提供美军基地还有港口的使用权来增加嚇阻能力。日本方面当然免不了得提到还没有平息的中日关系啊。现在呢，日本这边是决定要收紧一项对中国大陆的政策哈，因为执政党的自民党呢有相关人士透露说，日本政府考虑把外国人取得日本国籍所需要的时间，从现在的5年以上调整为10年以上。好，那在中国大陆的移民这边啊，就是说日本在日本的中国大陆移民到底有多少人呢？到2024年年底为止，最新的数据是已经接近超过90万人左右。目前呢，中国人中国民众也是日本最大的外国人社群啊，当中有留学生啦、技术人员啦，还有经营者，还有呢寻求永住权的这些多元的族群。那蔡老师，所以日本在制定刚刚讲，他们要把时间再多5年啊，他们在制定外国人政策的时候是怎么样去做权衡取舍？因为我相信对日本来说，中国大陆的移民也是很重要的，不是吗？中国大陆去日本的话，确实是很重要。但是移民这2个字的话，对他们来讲定义稍微有一点不同。因为对我们而言，移民的话，等于是你可以把你的家人全部都带过去。但是中国人在大陆的话，90万人是包括我们讲的永住权、留学生什么这些，全部加起来大概就是90万人。但是他们也认为应该是一个对等的。为什么？日本人并不大喜欢去中国大陆了。我们用一个最新的 data， 他们现在在中国大陆的全部的日本人不到10万人。
只有9万多人，所以他们事实上是不是喜欢去的？第二个的话，一个他们叫做规划，然后一般来讲我们就是移民，等于就是说你要放弃你的国籍，进入到日本的这一种国籍。过去他们认为这个是5年，可是你要拿到永住权呢是10年。为什么移民就是我们讲的拿到那种国籍是5年，然后他这个是10年？那过去他们的一个想法就是说，他们因为人口下降，他希望说有一些好的外国人能够来的。那这个来的话，他们现在的大臣叫做小野田纪美大臣，他的名字叫做和国人、外国人有秩序的共生社会，他希望去创造这个。可是他们并不是说要去排除外国人，他也不希望说让人家感觉你们就是讨厌外国人，他不希望这，他希望说你如果是好的外国人，然后你也愿意在我们这边也住了很久，而不会说你拿到我们的一个国籍，竟然不会讲日文，你们讲的都是中文，就是在中国人圈里面去混，所以他希望说将来你们能够真的是喜欢我们这个国家，融入到我们这个社会，而不是说我们去排除你们，这是他们一个很重要的点。OK， 因为我会问这样的原因，是因为就是说日本我们都知道它的人力结构其实。台湾也一样了哈，就是说整个到金字塔型的，它人力它缺工的问题，还包括说它的长照，很多其实也都必须要靠外来的一些，不管是移民也好，或者是在这边短期的居住，或甚至是索取常住权的这样的一些不管是中籍的或者是其他外籍的人士哈。那最近因为中日的风波，其实也祭出了这个旅游的管制。那所以呢，对于目前旅游业的冲击，您的了解是如何？对日本这边旅游业的话，它应该说是针对哪一种旅游业？因为冲击的话，应该是比较偏向大都市的。那大都市的话，因为我们知道陆客嘛，陆客的话，如果是团体去的话，因为他们不是说常去日本，就好像我们台湾常去之后，你会从大都市后来到乡下。那因为他们很多人都第一次去，就会锁定在大阪东京那个大阪、东京京都这种大的，所以对于这个比较大的都市的饭店，饭店的话冲击会有。第二个的话会锁定在高级的百货公司。为什么高级百货公司？原因就是我们知道陆客有一句话我很喜欢的句话，就是说钱不是问题喜欢全部都包走。他们买东西很喜欢，而且他们知道去那边可以买到很好，就是大户对，就大户。所以这个是高级百货公司会冲击到。可是如果说从比较小的话，冲击就比较没那么大，因为我们知道陆客他们有一个习惯，是一条龙的服务从你的飞机搭上来之后，然后搭上巴士，然后进入到大陆人他们经营的商店去买东西，所以你人不来之后的话，也会杀伤到。所以他们会去观察。另外一个点就是在春节的时候，因为现在是淡季，春节我们知道陆客就往外跑，买那个量会很多。过年嘛，过年那个会不会降？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冲击的是团体客。很多陆客是像个人，因为他们去很多了，他们知道个人去，只是说他们现在个人去的话都比较低调，不敢 po 上网，拍了照不 po 上网，不告诉人，采访的话都是必须要就这样，所以你要分析是团体客还是个人客。而且现在看是后续的这个效应就是说它是不是会是一个比较中长期的？那刚刚特别提到，在这个美国的 NSS 其实不只是东亚这边或亚洲这边很关心以外呢，包括《华尔街日报》也报道说呢。这个新版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尖锐地批评了欧洲领导人对于解决乌克兰战争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他指的就是川普了那也呼吁停止北约扩张这样子事情。那就分析说呢，这份文件凸显了美国跟欧洲之间越来越大的分歧，因为做法像是川普政府高级官员对欧洲内部政策的批评，还有美国政府在乌克兰问题上面的和平努力，把两件事情合在一起了。这也让很多的欧洲领导人担心，会不会让乌克兰被出卖了？最近这法国、德国、英国3大国的元首呢就秘密会议，德国总理梅尔茨还说，我们都被美国耍了。被美国耍了吗？这个可以从2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川普还有他的团队尤其是副总统还有国务卿最近几年常常批评欧洲，尤其是美国的这些传统的盟友国家，尤其批评的就是在很多比如说 DEI 环保气候变迁相关政策。那乌克兰方面也是一个批评点美国很多这些右派政治人物是认为
为什么一直要打？唯一解决方案是要说服或逼乌克兰接受部分的领土会继续由俄罗斯占领了。所以这个是一个批评点，就是所以可以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川普，还有这个 NSS 怎么分析、怎么批评欧洲。但是我不得不说，同时很多欧洲人从早就说川普会放弃北约等等，其实也是没有。虽然批评的确是有，而且是你觉得不会？就是批评是非常非常直接。甚至欧洲人会觉得，你怎么会这样？真的是非常不礼貌，一点外交的概念或对盟友的概念完全是没有。但是同时，川普或他的国防团队虽然一直要北约国家提升国防预算，但是川普也没有直接说美国对北约的承诺我放弃了，也是没有，真的是没有。梅尔是这样讲说，我们都被耍，也就是说到头来最后乌克兰还是被出卖，最后被卖了嘛。但是乌克兰不是北约国成员国，对不对？ OK， 所以他们会担心，就是万一到时候俄罗斯的这个威胁越来越大，你觉得在这个时候短期之内，欧洲会跟俄罗斯发生冲突吗？简单回答就好。我觉得川普，我只能说到目前为止，川普没有放弃对北约的承诺，甚至像他第一个任期那个时候，就是还没有俄乌战争的时候。那个时候，川普也是答应一些美国的部署，就是势力是可以调到波兰那边的，他也是公开是承诺了，所以他真的是没有放弃北约，当然是也有批评欧洲，各式各样的批评，很多不管是移民、言论自由等等，一定会继续批评还是有，但是呢，万一欧洲以后有危险的时候，美国还是不会坐视不管的。你的意思是这样，对不对？我是觉得目前是。一直到川普正式说我们要退出北约，但是他也不会。那这个真的是会像是常常听到一句话 "wait and see" 嘛，哈。这方面还要来看的就是呢，根据路透社最新的报道，他们引述了4名知情人士还有情报的报告，他们说呢，中国大陆呢正在东亚的海域部署大量的海军舰艇以及海警船，最多一度呢这个数量超过了100艘的船只啊，是北京最近以来。而且是到目前为止呢，看到最大规模的海上武力展示，船舰集结的范围涵盖了黄海，还有南部的海域，包括像是东海啊、南海啊、北太平洋啊，就整个太平洋的海域的。但更奇特的就是说呢，这次解放军呢并没有正式宣布任何的大型演习计划，所以呢，现在看到在不同的海域都部署了大量的这个船只啊。那其中还看到有航母打击群，但我们知道，其实航母打击群一般的配置通常都是最主要的就是一艘航空母舰，然后再加上旁边的导弹巡洋舰啊、驱逐舰，还有攻击型的核潜艇啊。因为你可以看到是水上也好，水下也好，它是一整个舰队群。另外当然就是补给舰啊，所以大概怎么样这个规模，一个航母群就是10艘，差不多是一个标配。可是这次大举的出动跟集结啊。想问庆姐怎么看这个战略意涵？我觉得我们传统的航母打击群啊，张晋老师也很熟，就是以美国的概念呢，它是要远方投射武力的，所以它整个航母打击群的配置，我们的理解里面都是那种前面有核潜艇，然后后面中间有巡洋舰、护卫舰，最后有油电的还有弹的补给，它是这么一个远远的，就你出去以后可以替代基地的功能，因为海军是个基地军种。但是我认为我们现在看大陆的航母打击群，它会非常非常的灵活，因为它很多地方呢都是十分近岸的啊。另外呢，还有像076啊、055啊这些单独的就可以成为一个小的舰队群，5、6艘出去，它就有非常庞大的打击能力。因为现在他们有代差。现在无论是武器，或者是它的续航力，或者是它整个的作战的方式，都跟我们传统看到美国的航母打击群不太一样啊。所以首先说这个，那如果我们看最近所发生的行动呢，其实还不完全是最近，从5、6月开始就有很多的行动，尤其是日本，它发布了很多，就是中国大陆在整个太平洋海域的各种行动，像我刚才所举的辽宁号跟山东号呢，分别的穿过了第一岛链，进入了西太平洋啊，就是由日本所发布的。但是在11月7号之后呢，你还会发现，它不但是传统时常走来走去的那些国际水道在走，它11月7号之后第一个先过的
就是大屿，就是从宁波出来进入西太平洋最近的一个海峡。那么另外呢，常常走来走去的宫古海峡，或者是其他的这一类，都是我们在美军它所布局里面非常重要的地方。美军的布局包含了在琉球跟仙岛诸岛这一部分的布局，大概有70%的美军，但是在日本的本岛部分呢，还有非常庞大的海军基地、空军基地都有。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到，当中国大陆的这个军舰，它很容易的穿过了第一岛链的这些原先给它的局限，也是最近我再提一次，12月5号美国的 NSS 里面所希望重建的一条界限啊。可是中国大陆很轻易的通过的时候呢，你就必须要重新去想，万一在西太平洋有战争的状态的话，它会是个什么形式，并且。我觉得最容易理解的就是美军的船舰时常在我们周边走来走去，它也没有发布演习，它只要去符合了在海上航行的各种规则，包含了国际法里面、海洋法里面你的领海领土的规则、专属经济区的规则，或者是 ADIZ 的规则的话，它只要符合这些规则，难道不可以自由航行吗？所以西方如果说没有说演习，那么显然的就是用另外一种标准来看解放军的行动。但是解放军虽然没有宣布是演习，它有没有军事亮剑的意味呢？当然是一定有的，因为这个亮剑就是要让美国跟日本要仔细去思考，美日安保中间，如果日本介入了跟中国大陆剧烈的军事冲突，美国是不是有防卫的义务？那美国如果加入战局的时候，从琉球这一带一路到台湾，这整条线上，美国也要想一想他在这里的军事部署。所以最后大家还是要问一问，台湾有事到底是对谁有利？目前看到12月5号的 NSS 来讲呢，是美国很希望在亚洲有一个力量能够继续的我们不要用那么激烈的词啊，就是继续让中国大陆留在某一个区域里头。好，那这是一个最和缓的词了。但是这个计划里面，在日本高市的作为，包含要突破和平宪法、宪法第9条，突破非核三原则等等等等呢，有没有默许、默认，甚至某一种私下的鼓励？那如果有的话，中国大陆现在的上百艘的船舰在刘公岛的演习呢，就是让美国也重新想一想。若是你真的继续的默许、默认，甚至某种程度的鼓励的话，那么当日本有事的时候，美国有没有事？对，记者提醒得很好，到今天为止已经讲了2次了，就是台湾有事到底对谁比较有利哦，这是一个值得大家思考的问题。那当然，刚刚讲到说，其实大家都在划线。可是，如果按照同一标准来讲的话呢，其实我们也常知道哈，就是说航母的这个打击群啊，请教这个靖哥，中方的航母打击群当然就是参考美方的，但是您觉得在整个航母打击群的这个编制啊，或者说在每一次，包括这一次特别大举的出动哈，它相同跟不同的地方，特别你有观察出什么吗？我觉得这个我要浇一个冷水，我觉得大家被一个别太紧张。不是，我们被一个出口转内销的这个就是政治操作新闻给误导。这个12月4号这个就是5点5分的下午，这个下午3点5分，《自由时报》抢先报道路透独家，然后有100艘船什么什么这个大举出动。路透社呢到这个3点11分才贴出来。你知道，《自由时报》的翻译版比路透社的原版还出来，你就知道这个基本上是这个出口转内销，而且讲的4个情报的来源永远就是匿名，这个是标准的，就是说配合绿营去营造声势的这种叫做这个操作手法。我来跟各位报告一下，假如有这么多的船出来这个运作，基本上来讲。没有任何涉及演训的通报吧，没有任何这个飞航的安全的通报吧，对不对？所有这些这个就是船讲了说是从北到南，他们其实都很靠近港口
所以呢，我们呢就去这个仔细去查一查大陆上相关的这个网络以及新闻报道，我们很快都注意到，事实上这个时候就是所谓的岁末冬操啊，就是岁末的时候，它有一个冬操叫什么？叫做压力测试。它最主要呢不是操那个船出来3天在近海那边做操演，也不会做很困难的科目。对这些航母战斗群也是在周边活动，也不会走很远，但是呢。他3天之后回到港里，这时候真正好戏要上演了。为什么？因为所有船都要加油、加水、加菜、挂弹、上弹，然后呢，有这个驳船要用这个吊杆船去吊放精准的武器，去一个一个那个就垂直发射系统，有战略核潜舰要回来要装那个核导弹，然后呢，前面的鱼雷还要有这些那个码头上川流不息跑的运弹的卡车，然后运水车、运菜车，光是一个鱼鳞军港或者三亚基地那个地方对外采购的那个地方，那个几乎在网络上都可以看得到。对，所以我就讲基本上来讲，这个就是完全的媒体操作，就是在那边制造恐慌而已。它就是例行性的演练了，而且对，这个是行之有年的。对。而不过这一次看到说，在这个外电的报道上面说他从空中拍下来那个空照，说什么卫星的空照非常清楚的显示整个舰队的这个航行的路线，还包括抄得很清楚那我们要说的是说科技层面请教一下黄老师，因为提到了这个卫星最近大家也在讨论的就是从卫星、火箭什么太空探测一直到这个太空资料中心，未来。大国之间的竞争绝对是跟科技有关，它一定是以科技作为底的。那太空领域特别提到了太空太空领域所需要的晶片，在晶片设计跟制造上面，它有特别跟一般我们所知道，就现在已经讲到说高科技的晶片还有什么特殊之处呢？我们讲了好几个月的那种高速运算晶片，这次我们终于来讲一点不一样的晶片了。那其实，在晶片上，现在基本上还是以那个 silicon 当做 base， 然后做非常多的元件。对，一系。是。那目前来说，还是说不同的使用温度上，可能会采用不一样的基板去做一些扩充。那我们先简单来说，在太空领域所需要的晶片，它跟最本质上跟我们现在要做的高速运算晶片最大的差异在于，它要的不是最先进的制程。他要的不是多快的算力，他要的是我10年、15年、20年，我放在那里，我不需要去动它，我要非常的稳定。其次是呢，这个晶片能够抵抗来自太空的一些额外的辐射或者一些影响，然后去持续维持它的稳定性。这是太空领域所需要的晶片在设计上的最首要的一个要求。对，所以其实就是回到那个材料科技比如说像我们以前像我机械工程系学到就是跟您一样学到就是说材料的，比如说耐热、延展。特别您刚刚点到一个重点，在太空上面使用这个晶片，它必须要耐久不然的话，万一故障的话。你光修不是像一般在地球一样。这个超级跑车，你到西藏高原还是犁牛拉货可靠还是得务实的，还是牦牛拉货才可靠？我另外一个问题念错字了，黄老师，因为现在我们也知道说，未来就是低轨卫星会越来越普及就是针对低轨卫星网络上面的可靠运算还有庞大的需求。那就这个部分的话，您所知道哪些企业已经在研发，甚至是开始当中可能是一个领先的地位？哪些企业是其中佼佼者？这个刚好这个是我的专长之外的部分。那我们可以回来讲讲低轨卫星的网络可靠运算这边重要的部分在于说，未来整个在不管是我想这个张哥可能更加熟悉，在不管是任何通讯协作上。你能够更快、更安定的达到别人的预期跟需求，这就是一个信息上的战争。你如果可以在这边取得领先，那这个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战略效果。所以即便我不知道现在谁是佼佼者，但是我认为呢，太空科技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去深入了解。它不是太空科技不是只有我把一个火箭射上去就结束的事情，但是在做的这个过程中，其实很多公司它占有了一个很特别的地位，它并不是只有某家公司可以把这个做好，它是需要很庞大的一个产业链跟产业体系去把工作完成的。所以不管现在是美国也好，中国大陆也好，双方在这个卫星科技上面，尤其太空科技上面不断在竞争。当然，这个卫星有民用的，也有很多是军用的这个，但是黄老师刚才告诉我们，军用也好，民用也好，特别是军用。
万一故障了在太空啊，要修很困难，所以呢，耐用的材料才是关键。新华社最近报道了福建舰入列授旗仪式在11月5号在海南三亚举行，大陆国家主席暨总书记习近平亲自出席，而且还登上了福建舰视察。他还进入了弹射综合控制站仔细观摩整个作业的流程，而且亲自按下了弹射按钮。福建舰在编成之后呢，中国大陆的航母正式进入了3航母时代，也就是说呢，可以进行1艘训练、1艘维修、1艘部署的轮替，形成全年常态运作的能力。而未来呢，中方的航母舰队可能会在台湾周边以及南海海域，用不间断的方式展示他们的武力，对台海及南海展开持久性的战略胁迫。好，所以正式的进入了3航母的体制当然对于西太平洋各国，尤其是以美商为首的这个国家呢，带来战略压力不小。那对照美方之前我们曾经讨论过，在美国的印太战略中向来是规划是利用盟国的包括水上、水下还有飞弹网所构筑的这个岛链防线，攻守之间，委员怎么看？这样子，他这个3艘航母这个现在都服役了以后呢，其实压力最大的是离中国大陆最近，而且跟他有旗舰或者是有对立、有冲突的这样的一个现象的国家或是地区地方，就菲律宾、台湾、日本、南海，我觉得都还好一些那这个是比较近，那越南大概也可以感受得到这样的一个压力那其他的国家大概就是比较有的是一种所谓炮舰外交啦，就是你看有航空母舰跟没有航空母舰就差很多，因为航空母舰出来不是只有1艘母舰，对，它是整个战斗群。先不讲它甲板上的各种的这种战机、舰载机，它还有驱逐舰，还有这个巡防舰水下还有潜舰，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兵力的移动。所以呢，即使那些跟中国大陆之间没有冲突的这个现象的国家但是他们都会感受到这种压力。所以所谓的炮舰外交，不是真的去打你，用航空母舰、用炮舰去打你，而是让你感受到我的存在。所以航空母舰是最容易提醒那个其他的国家说，这个航空母舰的拥有者，他就在你的旁边，你的感觉会怎么样？譬如说，他如果到澳洲的外海停在那个地方，澳洲的感受就会变得非常压力很大、强烈这样子所以。当然，这个最重要的来讲，追根究底还是跟美国的关系是。虽然它严格讲起来，美国并不是这个区域的国家。我讲的不是在中国大陆周遭的这个国家，它其实政治呢，它的本土是在1万公里之外的这个美洲。但是这些不管跟台湾，不管跟越南。跟菲律宾、或许还加上越南，尤其跟上日本，如果有所冲突的话，美国是一定会采取行动的。所以最后讲起来，就是你跟美国之间，你造这航空母舰，你的战略的意涵跟美国之间，你会出现什么样的这个战略关系的变化？对，那就讲95、96年飞弹危机的时候，台海有飞弹危机，为什么最后可以平顺的解决？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当时的国防部长 Perry。建议说，你派一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到台海来，克林顿决定派2个，所以就在这附近就摆了2个航母舰战斗群，这个危机就结束了。所以中国大陆受到刺激，从那以后他就加速要造航空母舰，那现在造出来了，所以等于说下一次如果台海或是南海或是日本这一带如果发生了军事上的对立的现象，尤其是冲突的话，你美国航空母舰来不来？以前如果中国大陆没有航空母舰，尤其没有3艘航空母舰，美国来的意愿可能会比较强，他采取主动打击手段的可能性也会比较强。对，现在人家也有3个航母舰战斗群的时候，你美国应该还是会来，但是你来的时候，你可能姿态就没有办法过分的强硬，而且可能要来更多。对。而且你的外交可能要跟军事的手段要同时进行，因为你担心这2强之间海上打完就打核战了，所以他们会有所顾忌。所以航母的确是一个
是一个非常有利的外交跟军事的一种手段。而且就海军来讲，海上战力等于说是提升了一个量级哈。原先你可能银量级对于这个重量级，但现在呢，我重量级对你的重量级。不过在西太平洋这边呢 ，Russ 怎么看哈？因为结合双方的航母战力，还有在这几年其实有一个分析说，所谓的主场优势哈，中国大陆在西太平洋，在特别靠近，不管是台海也好，往北的东海，甚至往南的南海，其实有它的主场优势啊。在综合现在提到的航母战力，那美国这边进来，两方的比较，你怎么看？目前还有过去从二战之后，西太平洋主要国家还是美国了。那将来几年真的会有变化吗？我觉得，虽然两个国家，中国跟美国会有这个竞赛了，在西太平洋谁的实力比较大，但是不管是日本、南韩、台湾、菲律宾这些国家都支持美国维持它的地位了。那美国也会愿意，虽然很多人认为川普是不愿意啊，但是到目前为止，川普也是非常支持提升国防预算，他也是非常支持美国在造船的能力，投资，还有跟南韩、日本等等国家合作。那这个海军投资啊，造船投资不是为了中东或欧洲那边。我们知道，是为了在美国在西太平洋能有足够的部署啊，所以美国跟中国有这个竞赛，美国不会放弃了，这是事实。而且我相信，不管是川普的接班人，美国不会放弃了，美国会继续。那你觉得未来美国在战略的部署上面会增加航母的数量吗？因为现在在西太这边的话，大概就是乔治华盛顿号是常态性的部署。那未来会增加航母的数量来抗衡，就是因为现在3航母的现在就是至少有1艘是常年在戒备的。这个的确有难度。为什么？我常常说美国总统过去不管是小布希、奥巴马、川普、拜登、川普2.0，一直说美国会把这个 focus 焦点会放在亚太地区啊，结果是没有，真的是离不开中东了。连最近几年了，美国不管是拜登或川普认为可以在太平洋增加部署，后来发生以哈冲突，立刻就调航母到地区战争啊，美国还是会把航母调到那边去。但是很明显，美国的长期规划是这个资源要把焦点放在亚太地区。那这个会不会等同美国会增加航母了？这个难了，因为航母的投资是非常庞大的。没错。那所以这个目前是完好，但是至少美国是希望现有的航母多几个是可以长期部署在西太平洋这边。对，就算这个数目没有办法增加，起码可以联合，像最近看到这几年不是也是在谈跟日本方面的合作嘛，以类航母或者轻航母的方式来作为搭配使用哈。那说到这个部分呢，我们讲到航母啊 ，CNN 还特别做了一个分析，他们说呢，虽然福建舰采用的是电磁弹射系统哈，对标的是美军最新的福特号级航母，那让这个战机呢提高远程打击能力，但是 CNN 说呢，舰载机的起降效率这个大陆的航母呢只有尼米兹级航母的60%。另外呢，福建舰呢仍然以传统燃料推进，需要定期的靠港或者是从海上来补给油料。而针对中方海军战力的提升川普先前也宣布嘛，他说要跟韩国来合作，在费城一家造船厂建核潜舰那外界现在也预料，也估计说，韩国生产的第1艘核动力潜舰渴望在2030年代的中后期下水。好，现在 CNN 提出了福建舰的2个短板，那委员怎么看呢？这个有人说是酸葡萄心理啦，当然也有人说，他点出了至少中国大陆航母必须加强的部分。我觉得他讲的对我来讲是有说服力的，因为他的意思就是说，美国的潜舰你那个舰载机下降的那个位置，跟你的那个航道的这个主航道的那个中心是有9度的偏差，就是隔开9度。
那你现在福建舰只有隔开6度，也就是说你的这个舰载机下降的区域跟那个我们就用主跑道这样讲了，上面的2个核子的弹射器啊太接近，所以呢你会彼此会牵制，对不对？所以你的舰载机起飞的速度会变慢，对，次数会变少，否则就会相撞，对不对？一个要回来，一个要弹射出去，两者就会相碰啊。那避免相碰的话呢，那美国因为它隔开了9度，所以呢是很有安全距离的。你飞你的，我飞我下降我的，你起飞然后我下降，好像干扰的情形会少很多，风险低，对，所以这个我是觉得，这种讲法，我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人家可以反驳，所以应该是一个，只是中国大陆很可能下一艘航母就立刻修正，他就把它调整了。对，第二个就是所谓的燃料这些问题，核子动力这个航母，当然你会腾下很多的空间，因为你这个核子反应炉比你要装满油才能够出去，那个差很多嘛，空间的使用就差很多了嘛，所以的确是个问题。但是呢，下一艘听说中共要出来的这个航母就是核子动力的，对，所以我们都不知道。如果是的话，那就当然它的这个整个的怎么讲，就是载重的能力会加强很多，可以装更多的弹药。可以装更多的舰载机这样子。对，至于说这个韩国要造核潜舰，我不是很清楚，这个核潜舰是帮美国造还是帮韩国自己造？我不知道，因为到目前为止帮美国造，对，所以我认为这是正确的。因为石破茂先生很多年以前，他家当首相刚下来，我在东京跟几个朋友跟他相遇的时候。他第一个问题就问我，他说我们日本就是想要核子动力的潜舰，我说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那是欧洲正在讲这个事情，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到目前为止，我们讲到这个所谓的族群种族的问题，美国是把澳洲当作自己人，你日本就不是自己人嘛？日本应该看起来是没机会的，但对，所以日本有机会，日本没有机会，韩国也不会有机会。可是有一个问题啊，陆老师，您怎么看哈？就是说韩国造船这个当然能力是优于美国啊，所以当然才会找南韩来合作嘛。可是呢，把这个造船的地点拉回到刚刚讲说费城，这个不在韩国制造，反而舍近求远啊，到美国。当然，一方面是把制造业拉回美国，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是防止技术的机密外泄，还有其他原因吗？您觉得？当初李在明跟川普碰面的时候，李在明本来只是想说。我那个动力潜舰呢？你美国是不是提供我核燃料，让我就变成核潜舰？他当初是这样想法，就没有想到川普呢，他直接在他的 Truth Social 里面直接就说，我们要在费城建造一艘这个核潜舰，由韩国的韩华海洋来做一个制造，他就自己突然这样宣布。那李在明他们一听，那更好啊。但是现在就像你讲的，的确，第一，川普当然有他的算盘跟考量，第一，他可以。强化美国的造船的能力。第二，这个厂房啊，因为费城啊那里从来没有见过核潜舰，所以韩华海洋呢必须要打造所有的设施，那这些成本都要由韩华海洋来出，所以他这个算盘打得非常好。第三，让美国的造船工人又有活可以干了，美国造船工人又有事情做了。第四，这韩国呢，美国希望韩国在水下武器方面发挥以他的力量。这是他一个考量，因为过去韩国一直说北韩就快要有了，那我们都还没有，所以美国要协助我们这一块。那美国说好，我来协助你，但是核燃料我不能现在拿给你。美国还不允许南韩有所谓的核子武器，所以他们说来我们美国费城造。所以当然这个趋势演进下去的话，将来日本早晚也会有，因为韩国有的话，日本没有的话，那日本又会很不开心。当然，日本现在也有它的问题，因为日本跟美国在某些军工产业里面有一些竞争关系，所以美国要不要允许它？他们还要多做考量。第二呢，日本它自己是所有目前全世界受到核武器受害的唯一的国家，所以他们对于这样的他心里怎么调试，他怎么能够做出一个核潜舰，这他也是要来克服的，他要说服他的国民。
所以我相信，如果韩国将来可以做，那日本未来也早晚也可以做。川普现在要担心、要烦恼的，恐怕还有很多事情啊。其中有一个就是美军的航母，因为美国的最新航母福特号，它的电磁弹射系统频频故障，让川普很不高兴啊。因为根据这个资料显示，福特号在服役前进行747次的电磁弹射的测试，总共发生10次的严重故障。这个数字呢，远超过美国海军平均4166次弹射出现1次严重故障的这个标准。所以呢，川普非常生气，他就下令说，全数的美国航母要回归到蒸汽弹射，而且还怒批我们美国花了几十亿，怎么做出这种愚蠢的电动玩意？那这个决定当然立刻也让军方炸锅，连美国军工业都跳出来痛批说，你这样做的话，简直是倒退回冷战时期啊！因为美军的退役上校就指出说，正在建造中的美国航母，如果强行修改，把原本最先进的弹射这个电磁弹射改回到之前的蒸汽弹射，这会导致服役期严重延宕。另外一个频道战区啊也痛批这个决定可能会动摇美国航母更新计划的根基。更严重的是呢，美国唯一的蒸汽弹射零件供应商去年已经宣布停产了，所以到时候真的改回到蒸汽弹射，恐怕最后是无货可修。好，那对照这个美军的航母呢，我们来看中国大陆解放军的这个航母福建舰。已经试过了3型的这个舰载机啊，包括歼15、歼35、空警600，顺利完成了3连发的电磁弹射。所以可以看到，是中美两国的航母技术在这个时候就立刻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反差。那当然，这个川普说要退回啊，就是说把它改回到原来的蒸汽弹射，也有看法是认为这应该是一个气话哈。这个只是觉得花了那么多的钱，结果呢想不到造出这种玩意儿。那接下来怎么办呢？我们先说，在这个航空母舰的一个起降，基本上有3种方式。一种的话就是类似山东号或辽宁号的那种滑跳式的一个起飞甲板。好，这是这个相对来说是这个冷战时候俄罗斯走的一个技术。那再来的话就是蒸汽弹射，这也是美国目前主流航空母舰，各位经常去听到的什么尼米兹号啦，或者什么乔治华盛顿啊，它采用的就是这种蒸汽弹射机。那这一种的话也是目前的主流。第3种的话就是现代来讲相对来说比较先进的，就是现在在福特舰上面去实验，就这一次川普骂最多的这个电磁弹射，也是在这一个解放军这里的话，福建舰上面他所使用的技术。OK， 好，那为什么这边的话，美国会说要先回去到这一个蒸汽弹射？我个人会认为，川普他其实当然说气话归气话，但是他自己会认为，我现在没有时间去等你这个最高科技的结晶了，我现在要的是先冲量才求值，先求有才求好。因为现在在海面上面，美国海军不一定拥有这么大的一个实力，他或许没有办法在这边完全的去碾压这个解放军，这个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所以说，其实当解放军的一个海上的实力崛起的时候，它的航空母舰是不是我要先求一个稳定成长的技术？所以我会觉得他今天要讲的，倒不是说完全是要去否定了电磁弹射，而是说我要保持蒸汽弹射的技术，让我如果电磁弹射没有那么顺利的话，我这些其他的航空母舰都可以持续去一个使用，或者是去运用这样的一个技术。对。那再讲回来的话，为什么今天电磁弹射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个人会认为会是在这一个马达的传输效率上面，它其实这个故障不是说这个电磁技术的一个故障，而是在海上试验的时候。因为一艘航空母舰它的一个配电非常重要，不管是这个电梯的一个起降啦，或者是任何的系统啦，当你在这一个发电量如果没有办法去支付，或者是在转换效率上面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可能就会导致电磁弹射的这一边出现一些故障。所以其实现在美国要做的，或许是要回归到它的一些比较细部，在测试的过程中间去找到这个问题的所在。那对于中国来讲的话，因为其实中国在这里它等于是有一点弯道超车，它跳了一代。对，我们仔细去看，中国它从滑跳就直接跳到电磁弹射喽，它是没有
蒸汽弹射。所以其实今天美国他会希望的是，如果我没有电磁弹射的话，我至少还有一个蒸汽弹射可以去运用。有一个关键名词啊，叫中压直流哈，就是说在中方解放军这边，现在最新用的电磁弹射采用中压直流，这个部分的话是关键，是一个反超的关键吗？我会觉得倒不能说是反超关键，应该说在技术的应用上面啦，这个是一种方式。但是其实今天对中国来讲的话，它的这一些科技高新科技是没有问题，可是其实对中国来讲，它或许在一些基础产业、基础工业上面，比如也会回归到就是在海事的时候，可能还是有一些难关必须要去突破。那这些难关也是为什么现在我们看到福建舰它现在是在南海这一边非常多的一个海事，我会认为的是船开出去已经没有问题了，可是接下来就是它起降的效率。它还有就是在起降的过程中间的一个配电，因为毕竟它不是核能，它还是用传统的一个动力。那传统动力的话，这里就会是在这个电力的配置上面，这一点或许也是接下来我们可以去观察解放军航舰发展的一点。就川普现在想要大力整顿美国的海军，无非也是意识到了美国海军现在在整体海上的作战实力哈。这个原先还唯有强大的优势，但是现在可能已经没有办法跟昔日相比啊。那当然，除了弹射系统之外呢，川普最近还亲自下令啊，他说他要恢复战列舰时代，宣称要打造黄金舰队，用厚重装甲跟巨炮来对抗中国大陆的海上力量。这个新的黄金舰队呢，要纳入大型战舰、小型护卫舰，而且呢配备更强大的远程飞弹。可是呢，就有军事专家啊，就提醒他说，这个军事专家就指出啊，战列舰的缺点非常明显，包括什么航速慢、雷达反射大，很容易成为飞弹的靶标。而现代战争早就进入了无人化、高机动、远程制导的时代，更何况啊，这些重型反舰导弹的出现，让依靠这种重装甲的战列舰根本无法抵抗啊！只要集中一发，就有机会因此瘫痪。所以言下之意，连军事专家都觉得，川普所提到战列舰也好，要打造黄金舰队。其实川普很喜欢黄金啊！你看这次去韩国有一个黄金王冠，然后呢，在美国要打造一个金穹，什么都是金哈。那但是这个黄金舰队，或者说我们现在先讲战列舰，真的适合现在的战场现态吗？周老师，首先可以肯定的哈，就是如果美国海军真的根据川普的命令去建造的话，在川普卸任之前，他们也不会造出来啊。时间绝对对，时间来不及啊。川普在第一任的时候啊，那时候他下令就是说，美国海军要把他的舰队数目提高到355艘。那结果到他卸任的时候呢？当然都没有成果嘛，所以到现在美国海军的舰队数目就是大概287艘左右。那所以这个主力舰的情况，其实我认为也会是这样子。川普当然是不断的去勾勒一些想法，他的重点是几个重点。第一个，他要告诉大家他对美国海军的一些美好想象，让大家去想象美国海军未来会是像过去那样个，比如像说什么威斯康星号啊，或者是这个米苏里号那样子非常庞大的，对，因为那个是二战时候美国是战胜国，是全世界的霸主那个的形象，他要的是那个意象。据说他经常晚上跟美国的海军部长交换讯息啊，所以他强调的是他很重视这件事情。那他真正会做的事情，大概还是会优先造很多的小的舰艇，特别是无人舰。这个才是能够快速弥补美国舰艇不足的一个方法啦。那当然，至于这个，我觉得还是会造说不定在川普的要求之下还是会造，但是大概造不完，在他任内。那是不是就是在这一艘摆在那里做一个形象，还是说他会继续去发展新的类似的概念？这个我觉得还有待于海军去发展。但是他要强调一点，川普非常重视，所以在白宫里头也有专门的造舰办公室。甚至川普本身也不断强调，就是说他要命名啊，那这个命名对他来讲也非常重要啊。那就是我认为川普就是在唤醒大家对海军的重视，对于美国黄金时代的想象。未来可能会有川普号，这个是指日可待。但是林老师帮我们补充一下，因为其实提到的黄金舰队啊，你看起来就是阵容庞大，好说，但是军事专家都提醒了，很危险的，这万一成为靶舰啊，或者是说这个依靠重装甲，它很容易被发现等等的一些缺点啊，它当然有它的这个优点，可是缺点又怎么看呢？
我觉得就是这个是代表的是现在的一个战争的形态已经不一样了，对，已经不是靠这种大舰巨炮来这样称霸这个各大海洋的这个时代了。所以其实川普我还是认为他是一个口号偏多，那他这个口号其实就是回归到要让美国的造船业再次伟大，让海军再次伟大。那这里的话，其实刚刚我们有去提到这个战列舰到底会不会重出江湖？我个人会认为要重新造真的是不可能，来不及了嘛。它最快的其实是什么？起风，把密苏里号重新去把它就运作起来。因为我6月的时候刚好有去夏威夷一趟，我们去参观密苏里号，你感觉上好像是一个博物馆，可是其实它下面的轮机是民众不能进去的哦。为什么？因为轮机那一块就是引擎的那一块，引擎室那一边，它有随时做好，如果哪一天要有什么样的状况的话，它是可以去重新去启用的。所以其实今天美国它也是有去做好的是，我个人会认为啦，要去做那么多船真的是不太可能。可是如果我把一些封存的船重新把它起风的话，这个是有可能的。那另外一点就是今天在对美国来讲的话，它有一个叫过去曾经提过一个叫千舰海军的计划。这个千舰海军不是只有我美国海军哦，是我日本、韩国这一些全部我联合起来，那我是不是可以去打造一个国际黄金舰队？我会觉得这个或许是川普在口头上可以解套的一个方式，蛮合理的哈。依照川普的逻辑，就是要什么都要打。树大便是美啊！这个在海面上全部都是黄金舰队的阵容哈，但是还是拉回到刚刚提到说，美国的航舰的造舰的速度也变慢了，技术也退步了哈。美国海军另外还有一个危机啊，就是 Navy News 他们揭露说，美军神盾舰的弹药库深度现在面临严重不足的情况，平均只能够支撑2轮高强度的作战，所以五角大厦呢紧急推动了模组化飞弹舱这样的一个计划，那希望呢能够扩充吸弹量，但是也被业界打脸啊。五角大厦说五角大厦自用订单恐怕都得排队生产等货啊。现在包括弹药也好啦，飞机也好啦，其实呢都是有单，可是呢生产的速度太慢了，所以海军模组化的飞弹希望能够来补足神盾舰的缺点，可是现在面临的实际问题就是生产的速度啊缓不济急啊，这会不会变成一个很大的战力漏洞？黄老师怎么看？这个问题挺有意思的业界打脸说你要排产等货，那不就是业界自己做不出来，我才要模组化吗？是啊，我就是不想要在那边跟你们排产等货，所以我推动模组化飞弹舱。那今天等于说，飞弹里面我们简单拆解它的结构嘛，它有所谓的导引系统、弹头、弹身跟它的推进部位。那我等于是把这些东西我全部丢到我的舰上，那我找不同的代工厂商帮我做出来，剩下我自己做最后焦点。我在海上我有一堆时间跟你慢慢做，怎么会成为战略漏洞呢？我就是解决了这个排产等货的问题。那其次是为什么这个时候，蒸汽弹射跟电磁弹射就很重要，我要腾出更多的空间。